神族选妻这一天，三界齐贺，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。而对于我这个妖族最不起眼的公主而言，却满眼都是悲哀。我和数名妖界、灵界公主们站成一排，看着高高在上，垂眸审视着我们的神君。旁边的两个灵界公主忍不住小声嘀咕：水神大人真是名不虚传，风华无双啊！我倒是觉得火神大人英俊气派，神姿不凡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火神是出了名的脾气暴烈，水神大人是公认的翩翩君子，温润端方。哪一届的仙女要是能嫁给他，那才是世修了几百辈子的福气呢。我身旁的皇姐，妖界长公主九瑶听到这，下意识看了水神夜华一眼，脸颊顿时羞得绯红，而我却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冷笑，心底一片寒凉。上一世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我是妖王地位最卑微的妾妃所生，身份低下，只因为母妃的轻视容貌得幸于妖王，才被那位妃子生下了我。而我也正是因为这张脸，在上一世的众神选妃中被水神夜华选中，在万众心羡中成为了他的妻。帝君共有4子，水神、花神、灵神和火神，而我那个身为妖界长公主的姐姐一直心悦水神，没想到水神直接选了我，她只能不情不愿地嫁给了火神。成亲后，我度过了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日子。夜华却如外界所传，温润亲和，对我细心呵护，照顾有加。彼时我也以为我苦尽甘来得遇良人，却没想到这竟是我堕入无间地狱的开始。事情的开端在1年后，嫁给火神夜灼的姐姐怀了孕，之后更是诞下了千年不遇的麒麟瑞兽。帝君欣喜异常，对小麒麟宠爱有加，更是因此爱屋及乌，对原本不甚喜爱的火神都另眼相看。而我的肚子却迟迟没有动静。渐渐的，夜华变了，他开始对我不耐烦，眼神越来越冷，甚至开始逼迫我服食禁药，只为了尽快生出瑞兽。可是他身为水神，元神属阴，而我母亲是金羽孔雀，我如今虽无元神，却也能感觉到与他大大不合。整整100年，我在夜华的逼迫下服食了无数禁药，用了数不清的禁术，就是无法怀孕。终于帝君不再等待，在小麒麟满100岁的这一天，册封火神夜灼为帝，将帝君之位传给了他。也是这一天，从大封帝君的典礼上回来的夜华，活生生剖开了我的胸膛，剖心挖肺。下一秒，我看见了我腹中那个已经成了形的瑞兽元神，我拼着最后一口气，紧紧抓着夜华的袍角哀求：求你，我死不要紧，求你救救我们的孩子。谁知夜华却狠狠一脚踢开我，把瑞兽元神捏在手里，阴狠道：夜灼已经登上帝位，这个孽种还有什么用？你们2个一起去死吧。话音落地，我眼睁睁看着我已经成型的孩子被他残忍捏碎，我可怜得的孩子还来不及睁开眼，就被他的亲生父君亲手杀死，而我的神魂也随着孩子彻底陨灭了。我没想到自己竟然重生，甚至回到了众神选妃的这一天。滔天的恨意让我指尖冰凉，我冷冷地看向夜华，却发现他与上一世完全相反，把目光投向了我那外表不甚起眼的皇姐身上。我顿时明白过来，他也重生了。帝君这句话出口之后，近日灵妖2界众仙女前来我神界选妃婚配，4个皇儿可自行挑选，有选中的，父皇自然会为你们做主。其余3个皇子都没动，因为水神夜华是当今帝君的长子，帝君虽然位立太子，但是长子的地位自然与其他儿子不同，所以这选妃也应当是夜华先选。上一世夜华也是第一个选，他走到我面前一眼看中了我，而这一世他却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径直走到了我皇姐九瑶面前。父皇，其实我心中已有所属，我想娶妖界九瑶公主为妻。众人都是一愣，3界排行神、灵、妖，妖界是最底层的存在，况且灵界美女众多，皇姐的外貌在一众灵界仙女中并不出挑，甚至连帝君都皱着眉怀疑。夜华，你想好了？夜华从容地点了点头。是，父君，夜华心意已决。皇姐喜出望外，这对于她来说简直是天外飞来的运气，她半分都没有犹豫，几乎是立刻握住了夜华伸过来的手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。直到这时，夜华才转头仿若不经意地看向我，那眸中的嫌弃和鄙夷像一把刀深深刺入我的心脏，将前世如刮骨剜心般的回忆翻搅了出来。我狠狠攥紧了拳头，几乎克制不住自己的恨意，恨不得直接冲上去跟他同归于尽。突然，一只体温略高的手忽然扯住了我的手腕，我下意识转过头，正对上一双墨色的瞳人，一身玄衣的俊美神君嘴角一抹放荡不羁的笑，修长的手指握着我的腕子高高举起，朗声宣布：我要他。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如果给全场所有仙女排个序，那我一定是那个地位最低的。常年的灵力受损又让我灵光暗淡，实在不是个双修护珠的好仙女，除了这张脸，当真是毫无优势。因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眼高于顶的火神夜灼会选我，甚至为了选我不顾礼节，抢在了他2个兄长之前。帝君也不知道自己这2个儿子今天是怎么了，一个2个的出人意料。可还没等他说什么，夜华已经沉下了脸。夜灼，别怪做兄长的没有警告你，选这么个神魂薄弱、毫无仙根的妖界庶女做妻，日后后悔就晚了。我胸口一紧，刚想说话，夜灼的手却滑下来，紧紧握住了我的手。他含着笑意的眼眸看向我，
低声笑了。大哥，你顾好你自己的仙侣就好，不必替我操这份闲心。我喜欢这个妖界庶女，她神魂薄弱也罢，毫无仙根也罢，本神君瞧着她就是讨人喜欢，我要定她。我心中一动，竟莫名有些酸楚。从来没有人在这么多人面前坚定选择我，替我说话，毫无保留地站在我这边。明明是第一次见面，为什么叶卓会对我这么好？不只是我，在场的其他人也惊呆了，所有人都没想到火神会为了一个妖界的小庶女跟水神当面发生局语。这时神后捂着嘴笑了，出言打破了尴尬的局面。帝君，罢了，叶卓他向来是这样的性子，他若喜欢，就这么定下来吧。火神叶卓是帝君和帝后的老来子，君后二人对他溺爱非凡，于是这门亲事就在帝后的这句话中彻底落了地。一旁的夜华不悦地看着我，临走前冷笑了一声。叶卓这么个不起眼的废物，你以为谁想要？只怕不出100年，你便会对他恨之入骨。我等着看你懊悔痛哭的那一天。帝君4个儿子在灵界和妖界各选了2个妻子，灵妖2界皆大欢喜。我和黄姐回到妖界待嫁。大婚那一天，黄姐九瑶特意来到我的房里，看着我单薄到可怜的嫁妆，冷嘲热讽。言琪，今日便是你我大婚之日，虽说都是嫁与神君，可庶女就是庶女，卑贱就是卑贱。你心中要清楚，我嫁的是将来的帝君，而你嫁的不过是一个脾气暴躁易怒的毛头小子。日后你在神界吃了亏，可不要来找我，免得惹人厌烦。我冷冷地看着九瑶拜高踩低的嘴脸，心中暗笑。黄姐啊，但愿你不要经历我上一世的苦楚，100年后还能笑着说出今天这番话。吉日良辰，我和黄姐一起嫁入了神界。叶华身为长子，排场自然与他人不同。黄姐十里红妆好不风光，整个妖界都在感叹黄姐一步登天，将来或可称为神后，造福妖界万民。我仰头看着和叶华一起坐在神兽背上的黄姐，心中却一丝羡慕都没有。上一世我也经历过这样的场面，那时的我也天真的以为叶华对我万般好，以为自己可以和叶华夫妻伉俪，举案齐眉，却没想到不过100年就落得死无全尸母子俱损的下场。正在出神时，妖界天空中突然出现一条玄色巨龙的身影，龙吟声撼动天地，直穿九霄，妖界哗然。直到那条神龙骤然落在我面前，幻化成人形，众人才知道原来这玄龙竟是叶卓的真身。叶卓身穿压着红金线的玄色长袍，伸手扣住我的腰，一把搂进怀里，然后他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在我脸上狠狠亲了一口。要那些虚礼作甚，跟我走。紧接着我脚下一空，就这么在整个妖界的注视下被叶卓抱着上神界。叶华和九瑶的风头被抢得一干二净，可是此刻的我已经无法知晓了。叶卓深受帝后喜爱，所居琉璃殿也是神界最清静雅致的所在，风景秀丽，举世无双。叶卓把我带回来，对我说：言琪，今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我的心脏顿时一阵酸涩，自从母妃仙逝，我就再也没有家了。面前的叶卓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盛气凌人。我想起前世他和九瑶黄姐一起出现时，总是心不在焉，好像很没耐心的样子。甚至有神界侍女传说，黄姐之所以那么快怀上火神的孩子，是用了些迷情秘术。只不过当时我每天操心自己的事都操心不过来，也没心思去关注叶卓和黄姐的关系。之前一直以为叶卓其人不好相处，如今看来却并非如此。他生得比叶华要更高大俊一些，看着我的时候墨色的瞳仁总是明亮的，就好像他已经这样看了我良久。我脸颊一片绯红，叶卓笑了笑，伸手捏住了我的下颌。突然门外传来神界斥候的声音：火神大人，归墟有逃物一出，帝君请您速往。我这才想起，我所嫁的神君是神界最英勇善战的火神，3界的安危大半都系在他的身上。叶卓原本笑着的嘴角骤然下塌，脸上闪现不悦的神色，然而他却并没有犹豫，而是捏着我的下巴重重地吻了下来。火神比常人略高的体温几乎让我难以招架，就在我以为我要窒息时，他终于放开了我。乖乖等我回来。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终于还是转身走出了琉璃殿。我紧走几步，站在门边看着他远征的背影，心中五味杂陈，竟说不出一句话。神界盛传，水神夫妇情谊笃真，恩爱非常。叶华在3界搜罗了数不清的补品，流水似的给九瑶黄姐食用补身，甚至陪着九瑶回到妖界游玩探亲，在所有人面前悉心体贴照顾有加。妖界众人羡慕不已的同时，还不忘拉踩我一句：看看我们九瑶公主多好的福气，嫁与这样的神君，就是出嫁时风光有什么用？现在人家拍拍屁股出征了，她不过就是在家守活寡，真可怜。就连神界众人也是会看眼色的，不知是谁的授意，自叶卓出征，琉璃殿就再也没人伺候了。除了2个本就分配在这的侍女，便只剩了我一个人。奋力的仙草灵石更是见也见不着，不过我倒是不在乎，因为琉璃殿里多的是仙药宝贝。叶卓更是传信给我，让我在殿中随便取用。我神魂孱弱，其实是因为母妃诞育我时遭遇难产，母妃早逝，我没有依仗，数百年来都未能好好将养，什么灵药更是轮不到我。如今我也不跟叶卓客气，每日以灵药入食，
短短几年便补好了元神的亏空，原本灰败的脸色竟一日一日红润了起来，连身边的侍女都忍不住夸赞：咱们神妃身体好起来之后，真是越来越耀眼夺目了。等神君回来，必然神魂颠倒。我听了脸红，可是叶卓却一直没有回来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神界都盛传一句话：延期公主克夫，这火神怕是回不来了。而这场针对我和琉璃殿的矛盾，也终于在夜华组织的一场仙宴上彻底爆发。原本这场仙宴我是不想去的，可是帖子是黄姐亲自下的，还说叶卓不在，我作为琉璃殿的主人理应到场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不得不去。我特意命侍女给我做了一身玄色长袍，原本娇娇柔柔披散着的头发高高竖起，看起来竟活脱脱像是叶卓的翻版。当我出现时，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几年不见，九瑶黄姐看起来却并不太好，她脸上泛着不自然的红晕，身材也有些发福了，眼神里充满了疲惫。当她看向我时，目光里瞬间漾满了恶意和嫉妒。言琪，没想到叶卓不在，你自己竟然过得挺好。我笑了笑，黄姐说笑，不过是守着琉璃殿等我夫君回来而已。这时，一旁默不作声盯着我的夜华突然开口：夫君叫的可真亲热。我表情毫无波澜，静静地看着他。兄长说笑，叶卓与我已经成婚，自然要叫夫君。我此话一出口，夜华的神色顿时冷了下来，就连九瑶黄姐都看出了不对劲，伸手拉了拉夜华的手臂。夫君，你这是为何？谁知一向在外表现得温润如玉的夜华却猛地甩开了他的手，死盯着我冷声道：言琪，你嫁了个混世魔王，真当自己有了好归宿？你如何与九瑶相比？叶卓又如何与我相比？这话就已经太露骨了，所有人都噤了声。在一阵落针可闻的沉默中，我轻声笑了。兄长，叶卓从未有心与你相比，我也黄姐更不必相比。只不过兄长身为长兄，不该在我面前说我夫君的不是。我与叶卓夫妻一体，他在我眼中便是最好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离开，谁知夜华竟然被我这句话刺激得彻底失了态，猛地伸手扯住了我的胳膊。言琪，你敢与他生情？我手臂一阵剧痛，吃惊地想要甩开他，可他的手却像是一条铁链紧紧缠着我的胳膊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红光忽然从殿外闪身进来，锋利的刀刃直直朝着夜华拉着我的手臂劈了下去。夜华吃惊，下意识缩回了手，而我也因为惯性被迫向后摔去。下一秒，一条熟悉的臂膀结结实实揽住了我的腰。我听见那人原本一直玩世不恭的嗓音，此刻却冷冷地开了口：夜华，我叫你一声大哥是给你脸面，再对言琪动手，别怪我砍了你这条胳膊。叶卓的突然出现让整个仙宴的态势彻底扭转。夜华虽然是大皇子，在神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但是稍微知道点内情的人就知道，叶卓作为3界战神，实力不容小觑。只不过过去这么多年，这两个人因为各种原因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正面冲突。叶卓为人散漫豁达，很多事都不太上心，甚至对帝君之位都没有什么兴趣，所以夜华一直对他敬而远之。上一世他甚至对我说过，没有特殊情况不要跟叶卓多接触，以免别人揣测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而我当时对他情根深重，自然不会忤逆，以至于直到我死，也没看过夜华和叶卓撕破脸。然而这一世，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。夜华看着把我紧紧护在怀里的叶卓，脸上表情难看到了极点，他原地运了好半天的气，这才状似平静地开口：四弟回来了，兄长不过和言琪随便聊两句，四弟何必如此动怒？怎么外出征战这么多年，脾气还是这么暴躁？明明是他对我出言不逊，此刻却倒打一耙说叶卓脾气暴躁。直到此刻，我终于明白叶卓那些暴躁易怒、情绪失控的流言都是怎么出现的了。夜华的心思其实只要深想一下就能明白，一个暴躁易怒的、情绪经常失控、难以自持地神君，如何能做帝君？在外人看来，自然是温润平和、斯文仁慈的水神更适合做君主。我下意识看向叶卓，可他却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显然已经对夜华的诋毁习以为常了。我心中顿时涌起一阵怒火，如果不是上一世的经历，连我也不会知道夜华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伪君子。上一世，他数十年如一日地逼迫我吃禁药，看着我被禁药尽数折磨得口吐鲜血，痛不欲生，他却只会鄙夷地对我冷嘲热讽。亏你还是妖族，妖族不是最会生孩子的吗？怎么你黄姐那么快就生了麒麟，你却连个崽子都揣不上？呵，把药通通给我喝进去，怀不上瑞兽，你就给我去死！然而这样残酷暴力的水神，在外人面前却依然对我无微不至，百般照顾。他会在仙宴上亲自给我包鲜果，还时不时就要与我耳语。这样极端的对比更加让我难以适应，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里。上辈子折磨我，这辈子还要诋毁叶卓，前世今生的仇恨叠加在一起。我骤然握紧了叶卓的手，大声反驳：兄长这说的是哪里话？方才兄长无缘无故对我拉拉扯扯，这岂是为人兄长应为的？如果不是叶卓及时回来，我这条胳膊只怕都要废在这里。更何况女子名节何其重要，如若不是叶卓今日亲眼所见，将来人人以讹传讹，哼，我就是有800张嘴也说不清。明明是兄长当着众仙君的面对我无礼在先，怎么如今倒变成我夫君的不是了？我家夫君与众将士浴血奋战，保3界平安。
兄长稳坐殿中，不说替弟弟担心着想，却对身为弟媳的我不尊不敬，又是何道理？兄长难道不怕寒了前方将士的征战之心吗？我这一番话出口，在场的人都彻底傻了眼。自从我嫁到神界，一直寡言少语，默默无闻，从来也不曾与谁有过什么冲突，所以神界人才敢对琉璃殿那般疏忽。就连叶卓都没想到我会这样铿锵有力地对回去，忍不住睁大眼睛惊喜地看着我。再看叶华，一张脸像是淬了寒冰，几乎万里冰封了。然而我的话他却一句都无法反驳。当天的仙宴不欢而散，而水神趁着火神外出征战对弟媳欲行不端的事竟也渐渐传了出来。因为我把事态升高到了沙场征战的将士，事情闹得有些大。神君得知后特意把叶华宣去，狠狠责骂了一顿，甚至让他闭门思过，大大打了叶华一个耳光。我也多少算是为了前世的自己出了一口恶气。叶卓得胜归来，需要料理的后续事务却依然很多，刚好我也没想好到底该怎么跟他相处。而这天，叶卓前往帝君殿商讨军务，琉璃殿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我看着面前满脸怨毒的九瑶皇姐，心中一阵无奈。皇姐，你我一同嫁入神界，若不能互相扶持也算了，何必要彼此为难呢？皇姐攥着衣角，死死盯着我。你到底什么时候私下勾引了叶华，竟然让他在仙宴上为了你做出那等丢脸之事？你母妃不过是个下贱的婢女，勾引父皇，生出你这么个下贱坯子，竟然敢破坏我的良缘！九瑶出言侮辱我已故的母妃，我原本平静的脸色顿时也冷了下来。皇姐，若真是良缘，又怎么会被我轻易破坏？更何况这几年来，我与水神见面的次数寥寥无几，你都在场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勾引他了？我不妨告诉你，我心里只有我的夫君，我喜欢他，喜欢的不得了，根本不把你那个水神放在眼里。我刚说完，就听门外传来一声轻笑，我转过头，正对上叶卓带着揶揄和笑意的眼睛，我的脸腾的一下红到了底。我刚才到底说了什么啊？皇姐被我对得铁青着一张脸拂袖而去，而刚刚听到我热烈表白的叶卓却缓缓走了过来。我红着脸不敢说话，只能被他逼得不停后退。叶卓挑着嘴角，最后竟直接把我压在了榻上。夫人，你方才说什么？我的脸红得像炭火，拼了命的摇头。没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哦，叶卓挑起我的下巴，我怎么听到你说喜欢我，喜欢的不得了呢？还未等我开口，话音已被叶卓以吻封缄。迟了好几年的周公之礼一朝临头，叶卓毫不客气，几乎把我折腾得丢了半条命。真正亲密过我才知道，原来外人传言暴躁易怒的火神可以对妻子这么温柔。自此，我和叶卓也真正迎来了我们的婚后生活。渐渐的，我发现我体内原本不甚明了的元神竟然清晰了起来，常年冰凉的手脚变得火热，好像有一股无名之火在我体内燃烧着。可我却并不觉得烫，反而觉得神魂和身体都越来越好。我也终于明白了，上一世我之所以久久不能怀孕的原因。我体内的元神性属火，而叶华是水神，他的元神阴寒湿冷，与我极为相克。婚后只是化解他给我带来的水属性，就已经用尽了我的全部神魂。母体不稳，长期产弱，又如何能够孕瑞兽？而我被迫吃了那么多禁药，才终于怀上的宝宝，竟然被他活活捏死。如今我嫁给了火神，我和叶卓的元神无比契合，他甚至无形间助我修成了元神内丹。偶尔修炼时，我能感觉到身体温热，轻盈无比。我也不禁思考，我的母妃是金羽孔雀，那么我的真身会是什么呢？就在我疑惑之时，一个消息传遍了三界，水神之妻九瑶公主怀孕了。说起来，我和九瑶还有灵界的2位公主是同一日大婚的。叶卓出征这几年，灵界的2位公主都先后怀了身孕，生下了瑞兽，而我和九瑶却一直没有动静，致使流言四起。人人都说妖界的公主不如灵界，神魂脆弱，难以生养。彼时叶卓出征，我和他并未同房，所以我心中根本不着急。可是九瑶不一样，甚至连我都知道，他暗地里去了多次妖界寻访灵药。叶华那些禁术我更是比谁都了解，这些年九瑶的日子肯定不好过，否则他也不会脸色越来越差，与从前几乎判若两人。而如今一朝怀孕，皇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因着她的身孕，叶华也重新受到了帝君的青睐，提拔他参与政务，一时间风头无两。再见皇姐，已是神界夜宴上，她面上涂着厚厚的脂粉，却还是挡不住脸色的惨白。然而看见我时，她却仍然摆出了胜利者的姿态，幸灾乐祸似的笑道：言琪，不是做姐姐的说你与叶卓大婚也有年头了，肚子怎么如此不争气，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真是丢了咱们妖界的脸面。今后若是让外人揣测我妖界不好生养，但遇不了神子瑞兽，你如何担得起？我看着他发黑的印堂和铁青的脸色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我妖族大多性属火，想来皇姐也不例外。如今你身怀有孕，各中辛苦你自己知道，有着跟我斗嘴的功夫，多替自己将来想想办法吧。我话音刚落，叶华就走过来搂住了九瑶的腰。养胎是我们夫妻2人的事，不劳你费心了。弟妹，有句话或许我不该说，但是你这样生不出孩子的废物，还是待在家里别出来的好，免得让旁人平白沾了晦气。说完，
他幸灾乐祸地笑着看向我身后的叶卓。我可怜的弟弟，只怕100年都未见得能有孩子了，自求多福吧。周围的仙君嘲讽的眼神都落在了我和叶卓身上，我有些愧疚地看向叶卓。我知道孩子对神君来说有多重要，有一个优秀出色的瑞兽神子是成为帝君继承人的重要因素。上一世叶卓虽然与皇姐不睦，可皇姐依然为他诞育了麒麟瑞兽，最后助他登上了帝位。而如今我与他大婚已数年，也恩爱非常，却仍未能有孕。如果真如前世所说，100年之后我才能怀上孩子，那帝君之位恐怕真的要拱手他人了。想到这，我的心忍不住一沉，眼眶也跟着红了。然而叶卓却并没有把其他人的目光放在眼里，他伸出手在我的脸上轻轻捏了捏，低声安慰：哭什么？有没有孩子有什么要紧？你与我2个人在琉璃殿过得不痛快。我摇摇头，可是别可是了。叶卓握住我的手，不顾所有人的目光转身往外走。我有你就够了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但是言切，你要相信我，你夫君是战神，至于地位从来不是靠孩子得来的。我的眼泪倏地坠落，任叶卓紧紧把我抱在怀里。我知道这个胸膛值得我依靠终生，凡事莫强求，有缘自然来。很多时候事实确实如此。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里，我早上突然胸闷恶心，呕吐不止。叶卓吓得够呛，招来仙医一看，已经怀孕3月有余了。叶卓抱着我转圈，高兴得不行。帝君神后也惊喜万分，恩赐了数不清的仙药和灵石。而此刻肚子已经很大，即将临盆的皇姐看见我时却很是不悦，也不知你这样卑微的身子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怀上的。我笑着歪头，想必皇姐怀孕不易，这才认为别人都用了非常手段。九瑶瞪了我一眼，气哼哼地转身离开。我盯着他的背影笑了半晌，终于还是担心地叹了口气。一股不祥的预感隐隐约约爬上了我的心头。果然，九瑶生产那天神界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帝君神后率领着诸位神君都前去等待。然而九瑶失声惨叫了整整1天1夜之后，竟然生出了一只湿哒哒的杂毛青鸟，青鸟的屁股上甚至还长了个十分丑陋怪异的鱼尾，众人全都吓坏了，就连我都吃了一惊。九瑶的原身是一只青羽鸾鸟，非常漂亮，谁都没想到它会生出这样四不像的怪物。而始作俑者夜华脸色更加难看，他满脸通红，目眦欲裂地大吼着：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不是麒麟？为什么不是麒麟？废物！废物！紧接着，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时，夜华忽然显出兵器，一刀将那只青鸟劈了个身首异处。不，皇姐的惨叫声撕心裂肺，她浑身是血的冲出来，抱住了已经没有气息的青鸟，哭得痛不欲生。你怎么能杀了他？他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！你这个畜生！我要杀了你，为我的孩子报仇！与皇姐的痛苦不同，夜华只觉得丢脸，不停地否认着：这不是我的孩子，本神君不可能生出这样的孩子。他说完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帝君面前。父君，是这个废物不中用，请父君做主，让孩儿休妻另娶，孩儿一定能生出麒麟，孩儿一定可以的。谁知帝君却一脚将他踢开，怒斥道：孽障！无论如何，那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怎能狠心至此？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孩子？真是让我和你母后寒心！你就待在这里给我思过，未经允许不得出门半步。我静静地看着面前的夜华，觉得心中无比畅快。他以为重来一世能诞下麒麟瑞兽，重新走上帝位，却没想到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生不出麒麟瑞兽根本不是我皇姐的问题，而是水神自己的元神出了问题。上一世他把错推到我身上，这一世他又怪在皇姐身上，却唯独不愿意怀疑自己。他不愿意面对自身的失败和缺陷，就注定要走向失败的结局。皇姐深受刺激，被帝君神后亲自送回了妖界，神界又给了不少仙草灵石，算是作为补偿。可孩儿惨死，这样撕心裂肺的创伤又岂是那些身外之物可以弥补的？转眼间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也即将出生了。因为之前的事故，叶卓对我生产十分紧张，他备足了仙药仙丹，做足了准备。可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，他还是慌了神，握着我的手不停地发抖。阿奇，阿奇，你不要出事！我疼得喘不上气来，却还要安慰他：我没事，你放心。然而我生产时竟真的出了事。随着瑞兽的降生，琉璃殿内竟然因为高温爆燃了起来，所有接生的仙医都被迫退了出去，只有叶卓义无反顾地冲进来守在我身边。四周的火焰熊熊燃烧，可我和叶卓却并不觉得灼热。在一阵火光中，一只长着金红色羽毛状似火团一样的东西一飞冲天，守在门外的帝君顿时眼前一亮，失声叹道：凤凰，是凤凰。不用通传，整个神界都已知晓，火神之妻诞育万年难得一见的浴火凤凰。帝君大喜，当场宣布传位于火神，于其子凤凰100岁宴上行册封礼。而即将成为下一任帝君的叶卓，此刻却泪眼婆娑地守在我身边，握着我的手，心疼地亲吻着。阿奇，我再也不让你生孩子了，你吓死我了。我看着面前这个为了我哭鼻子的战神，终于忍不住问出了我心底的那句话：
叶卓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叶卓凑过来，在我额头上轻轻一吻。傻瓜，你以为你是怎么回来的？是我求了母后，以万年神力催动轮回鬼换回了你。我从前世第一眼看见你就已经爱上了你，如果不是你对叶华情根深重，我根本不可能让你嫁给他。滚烫的眼泪顺着我的眼角坠落，我没想到这一切竟都是因为叶卓，是他把我带了回来。叶卓珍而重之地握着我的手，无比珍惜。阿奇，这一次我终于没有把你弄丢了。是啊，这次我们终于抓住彼此了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尘埃落定时，一股黑气忽然冲进了琉璃殿，我一惊，定睛一看，才发现来人竟然是叶华。他披头散发，状若疯癫，手里拿着长剑，不停地挥舞着。不对，不是这样，一定是弄错了。这是我的孩子，颜琪是我的妻子，只有我能生出麒麟，只有我能生出凤凰。叶卓现出鹿神刀，严严实实地把我遮在身后。然而叶华却依然癫狂地看向我。颜琪，你跟我走，我们一定能生出瑞兽。走，你是我的妻子，跟我走。说完，他猛地扑过来，却被叶卓一脚踹出了殿外。帝君看见他这个样子，也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我不是让你闭门悔过吗？谁准你到这里来的？还不滚回去！然而叶华已经疯了，举着剑就刺了过去。明明我是长子，你为什么要传位给他？我干脆杀了你，自己称帝。帝君大怒，命在场神兵将他制服。可叶华已然疯癫，神力奇大，竟一时间难以制服。挣脱了压制他的神兵，一剑猛地向神君刺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柄长刀从身后贯穿了叶华的胸口。叶华回头，却发现手持鹿神刀的不是叶卓，而是我。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阿奇，阿奇！我垂眸，眼角有泪光一闪而过。这一刀是为了我那未能降世的宝宝。叶华的瞳孔骤然放大，直到此刻他才知道我也重生了。然而太晚了，一切都太晚了。叶华带着数不清的遗憾和悔恨，栽倒在了众人面前。一代水神就此陨落。100年后，火神称帝，而我也终于成了妖界第一位神后。整个妖族都受到庇护，千家万户和乐安康。重新修建的帝君殿里，才满100岁的小凤凰趴在我的膝盖上，听我讲100年前我亲手入神的故事。母后真厉害，母后，你和夫君谁更厉害？我笑着摸摸他的头。你问你夫君。小凤凰一转身又扑进叶卓怀里。父皇，你和母后谁厉害？叶卓忍俊不禁，转过头看向我，眼底是望不到边的深情。自然是你母后厉害，我生生世世都输给她。帝君殿的云霞中，我与叶卓相视一笑，从此云为伴，世世不相离。